OK。哦，这个车一上来感觉重量已经来了。哦，叽里咔嚓的，那你先进去。哦，大家肯定是想拿800MT 和 KTM 的790去做对比，正好790之前我也评测过，希望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。首先要说的是这个前后的 KYB 减震，预载和回弹都可以调节，但是出厂是偏舒适的设定，所以在公路上骑行配合这个超大的沙发座椅确实非常舒服，而且为数不多的配备了转向的方向阻尼，使得在骑行过程中车头非常的稳定。偶尔开启定速巡航，尝试双手撒把，车头也并没有太多的抖动。电子配置方面绝对是武装到了牙齿，手机投屏、自动大灯、雾灯、定速巡航、快速换挡辅助，真的是配置非常齐全。如果你选择是带3厢的顶配版本，那真的可以说是说走就走。这台车的低扭表现非常不错，但是在4000至7000这个转速上，发动机的表现还是有些不太积极。如果想时刻保持在9000转这个最大功率上，那真的是有些难度，因为在这个转速上，震动和噪音都会非常的大。所以我认为这台车更适合中速或者中低转速的休闲骑行。不过对于一台国产车而言，这个过弯的稳定性确实让我惊讶。不少车友也吐槽这台车没有加入 TC 牵引力控制系统。配置这个东西就是这样，只要曾经拥有过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刚才我在这儿简单的骑了一下这个800MT啊，给大家分享一下感受。首先这个车刚一上去呢，对我的第一的特别不友好的一个感觉就是它的重心特别高，大概都集中在油箱这个位置，所以你刚一上车的时候呢，就会觉得这个车跟你不是特别友好，就觉得它重心太高。哪怕是我这种就是1.88米的身高呀，坐到它上面也会觉得在原地挪车的时候心里有点没底。但是当我一骑上去之后啊，就是速度稍微上来一点，马上发现它这种重心的这个力啊就被抵消掉了，就完全的趋于一个比较正确的位置，这一点是让我比较惊喜的。但是它的缺点我现在就能很明白的告诉大家，就是震动太大，然后是发动机太嘈杂。这台车它的动力还是 OK 的，最突出的优点就是我用4个字来概括，就是稳如老狗。它的循迹性和压弯的那个品质感啊太强了，但是呢它的震动和它的这个噪音啊太大了，所以就导致这台车呢，你每次特别想玩一下的时候呢，你把油给到头，然后就让你心里面震的特别没底，就反光镜也看不清了，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感也上来了，它的噪音也上来了，所以你心里就会有一些发慌的感觉。所以这些感觉呢，就破坏了它原有的你特别期待的它的那种品质感，这一点是稍微有些遗憾。但是这台车总体来说，它的这个骑行的品质上乘，好吧。现在我们已经找好营地了，我准备就骑这台800回到我们的营地，跟他们一起扎营。我们在营地呢继续来聊这台车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刚才试驾了一圈回来之后呢，现在来聊一下我对它的初感受啊。首先它这个车的坐姿啊，我觉得它是介于水鸟和钱江502之间的那种，就是它的坐高呢要比那个502稍微高一点，然后要比那个水鸟又稍微低一点，就是还是有一点坐马桶的感觉。因为春风出这个车可能也是为了让车友就是更加有亲和力，或者说更加好上手一些，把这个坐垫啊确实是做的比较低，大家可以看到这块明显的一个下潜。但是这个坐垫的这个软硬程度，咱们来拍一下，无敌了！你看这个，我说实话啊，这辈子没坐过这么软的坐垫，有点太过分了。就是这个坐垫日行千里，可能你屁股一点事儿没有，特别舒服。然后它的车手把呢又比较宽，然后比较高，所以这台车自然在站立骑行的时候，让我这个188的身高就是觉得如词不够用了，反正就是很舒服。来，我给你演示一下。应该叫如获珍宝。你看这个站立的这个高度啊，就是基本上跟这车完全匹配，一点违和感没有。来，我们给你看一下这坐垫，我就一坐就弹起来了。
就是特别夸张。然后呢，它的整个这个位置啊，做的这个风阻保护还是不错。刚才我试了一下，而且有一个小意外什么呢？水箱会从这个位置啊吹出来一部分热气，然后这个热气呢会包在你的这个膝盖的这个外侧。如果在你冬季骑行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一些帮助，当然是吧，有比没有强。然后就说到它这个发动机和整车的这个骑行的感受啊，虽然说这台车是跟790的发动机是吧有一个渊源，它的品质跟790确实是还是差一些啊，差一些。就是它刚开始你只要转速别过5500都 OK， 对吧？超过了5500以后呢，它整个杂音啊，它的那个震动啊，就全都上头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车虽然还是用了老牌的那个，就是以前老三样的那个吸雾刹车和吸雾卡钳啊，但是放到800上来讲，我觉得确实差点意思。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下午饭时间，好吧？那我们再边做边跟大家聊一聊这个800MT 下一步的感受。哎，阿凡提吃牛排，看800MT，吃牛排。好，我们最后对800MT 来一个总结啊。这台车我今天对它骑完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就是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。这个爱呢，是爱我们国产车现在已经做得如此强大；那恨呢，就是恨它中间为什么还有一些细节让你觉得不尽如人意。所以这台车，我觉得买它的车有一个5、6万的售价。虽然不算太低啊，但是这个价格曾经何时是没有想过能买到一台800排量的车，而且是这么高配置的拉力车。我觉得让我在心里已经是非常佩服现在的国产厂家了。在骑行路上的那种受到的关注度啊，因为这车现在交车非常少，这个虚荣心爆棚这种感觉它还是有的，是吧？而且国人有一个思路是什么？你的车越大就觉得你的车越贵，你的车越大觉得你车越好。因为这台车这个尺寸啊，满足你一切需要。那么这个车的车友适合什么样的人去购买它呢？大部分以实际的公路长途穿越为主，那不要去经历太多的这种纯烂路的路面，也就跟我们当初其实买宝马1200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，因为他们都差不多有一个240公斤到250公斤的一个重量，加上你的行李和人整个的一个重量可能超过350公斤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想拿它做一些特别的越野动作，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。所以这台车，我觉得如果让它去带你去诗和远方玩一些长途，走一些高速路，然后在国道、省道上走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如果实在碰到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石头路面呀、非铺装路面呀，也可以简单的冲一冲。当然，你要拥有张炳国的技术，我觉得你可以上天入地啊，这些就当我没说，好不好？这台车它配了3厢之后，一个6万多的价格，我觉得在目前市面上来讲还是很能打的，因为在800排量的国产拉力车现在没有。对吧？所以你说该如何对比呢？以前可能有些厂子也出过像这些魔锐800什么的，我觉得跟这台车啊，它确实不是一个量级的。但是这台车它其实也有很长的路要走。那当然，我们这台试驾车目前还没有太多问题。所以你要问我这台车它真正的品控和长时间的品质耐久度怎么样，我现在确实不能给你答案。希望以后长时间之内呢，市场能够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卷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期对于800MT 的一个测试啊，希望大家以后持续可以保持关注啊，一键3连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